在黑海北岸，一艘烏克蘭無人艇悄悄靠近海岸，艇上載着一輛武裝无人戰車。登陸後，無人車迅速展開，執行了偵察和火力壓制任務。這是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海陸無人系統協同作戰。烏軍手中的無人戰車不再是未來武器，而是前線標配。烏軍使用的無人地面車輛單位從2025年11月的67個激增到2026年3月的167個，翻了1倍多。整個上半年累計執行超過66300次任務。為什麼需要這麼多？因為人不夠。烏克蘭無法在人力上與俄羅斯抗衡，只能用技術優勢彌補人數劣勢。游擊衛被派往最危險的死亡區，防區前沿那片任何活人都不敢輕易踏足的無人地帶。一名烏軍指揮官說得很直白：人的生命是無價的，而機器人不會流血。烏克蘭計劃在2026年生產5萬輛無人地面車輛，僅2026年上半年就計劃簽訂2.5萬輛的採購合同。游擊衛的任務範圍已經從後勤補給、運送彈藥、轉移傷員，擴展到火力壓制、陣地攻擊、排雷，甚至自爆式攻擊。他們不再是輔助工具，已經走上前線，成為主角。德洛伊德 TW12.7 是烏軍典型的武装无人戰車，配備一挺12.7毫米重機槍。2025年12月，俄軍發起一次突襲，試圖撕開烏軍防線側翼。烏軍將德洛伊德部署在關鍵路口，無人車在機槍手的遠程操控下，精準封鎖了俄軍前進路線。不僅成功挫敗突襲，還摧毀了一輛 MT-LB 裝甲車。2025年8月，烏軍甚至使用一輛配備火焰噴射器的戰鬥機器人攻擊俄軍突擊隊。烏軍開創了機器人突擊戰術。2025年夏季，第3突擊旅使用攜帶高爆炸藥的游擊衛集群發起進攻，無人車排成伞兵線向前推進，沒有驚慌，沒有猶豫，不會後退。面對這種從未見過的攻擊方式，俄軍士兵的心理防線先於物理防線崩潰，他們選擇了投降。這是有記錄以來第一次由無人系統主導並迫使敵軍投降的戰鬥。烏克蘭國內也有超過280家企業參與游擊衛生產，整合了超過550種不同型號的無人平台。游擊衛分為輕、中、重3類，輕型的負責偵察和自爆式攻擊，小巧靈活，適合城市廢墟和戰壕；中型的搭載機槍或榴彈發射器，是戰場主力；重型的負責運輸補給、排雷和傷員後撤。例如保護者機器人載重可達700公斤。功能上，游擊衛家族更是百花齊放。後勤型的蜜獾 H 負責向前線運送彈藥和食物。2026年6月，執行了超過16600次後勤與疏散任務。工程型的常春藤無人車充當移動通信中继站，一輛車開過去就能把整片戰場的通信信號續上。電子戰型的無人車還搭載電子戰設備進行信號干擾和誘騙。有的平台採用模塊化設計，比如蝸牛無人車，只需要換一套模塊，就能從後勤車變成偵察打擊車。在俄烏戰爭中，無人系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戰爭形態，從67個到167個，從後勤到突擊，從陸地到兩棲。烏軍的機器人大軍正在蓬勃發展，戰爭的未來已經從人與人的較量變成了機器之間的較量。本期關於烏軍游擊衛的故事就到這裡，各位覺得未來戰場上無人車會完全取代有人戰車嗎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，別忘了按讚、轉發、訂閱，我們下期再見。